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的未来，你们的未来会蜕变成为什么样子的自己？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的 Lovers 啊，未来你们的蜕变呢，其实不是靠自己来完成的，是一定有一个人陪伴在你们的身边，来协助你们完成这种蜕变。这种陪伴呢，它是不需要你们两个人刻意的为彼此改变，因为你们两个人呢，会在这样的一种连接当中觉知，能够让能量流动，你们的存在会被彼此感知到。然后呢，这种力量就会从内部升起啊。我觉得这种蜕变呢，应该说你们未来会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你们通过遇到这个人啊，会看到这种相似的灵魂，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从中得到慰藉。并且呢，这个人的出现会激发你们的生命活力和能量。因为这个人对你们的爱能够让你们凭空生出很多的勇气去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和孤独啊。所以说在你们命运的剧本当中，这个灵魂伴侣他会让你们成全自己的灵魂，他会让你们或者说帮助你们完成自己。所以说他给你们的这种爱不会让你们变得狭隘和偏执，他会让你们的灵魂伸展开来，变得富足广阔且深远。所以说这种爱呢，它不是控制，而是放弃控制。它不是僵硬的，它是流动的，它不是强迫的，它是自然的，它不是刻意的，而是舒展的。所以说这种爱呢，它最终会把你们带回你自己，让你们摆脱外部世界赋予你们的那些世俗意义上的标签。在你们命运的剧本当中啊，这种蜕变不是由你们自己独立完成的，而是当一个人陪伴在你们身边的时候，当他和你们建立这种精神层面的连接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会在这种连接当中，既能够得到彼此的陪伴的温柔，又能够有相互鼓励行动的勇气。那么第二张牌呢，权杖七啊，在未来你们会变得独当一面，你们会不再胆怯啊，你们会变成生活的勇士。这张牌它也是你们在努力的抵抗着什么？抵抗所有的束缚和偏见，抵抗一些品头论足，抵抗一些这种逆来顺受，抵抗那些恶意啊。你们会蜕变成为一个战士啊！你们会告诉自己，你们不愿意仅仅活着，你们会决定选择什么和捍卫什么。当你们拥有了这种特质之后啊，你们会活在自己的生活里，活在自己总结的经验里啊。你们在自己的思想里捍卫着一切，这些东西它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一部分。当你们表达出跟你们有关的这种思想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你们面前说你的不对，我的对。所以说，在你们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里，你们要去捍卫自己的想法。当有人来挑战你们的时候，你要去对抗他。所以这张牌，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强硬的姿态吧，不软弱，不逃避，不屈服，勇敢的对抗，争取你们自己的利益。虽然说看上去像一场战争啊，很多人啊，很多陈旧的腐朽的观念和思想会试图挑战你们，但是我觉得从这组牌我看到啊，其实你们是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你们有着非常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们有这种能力，也有着这种强烈的渴望去选择一种你们想要的生活。而第三张牌呢，星币七啊，我觉得这种蜕变的话呢，你们在金钱上面啊，财富啊，思维上面会有一个蜕变。你们之前的这个在这个金钱的这个课题上，可能处理的并不是很好，花钱有一点大手大脚。但是呢，星币七就是你们未来会蜕变为一个能够真正的去很好的打理自己的财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你们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你们可能会把这种财富看成是一种资源，不断的让它们繁殖和增长，你们会收获到很多的财富，甚至可能你们收集到的这笔钱啊，积累下的这笔钱能够让你们后半生衣食无忧。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呢，它就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人生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抓住某个风口，获取到大量的财富，或者说会做出一个绝佳的正确的投资，让自己的财富上升一个量级。可能是你们会收到一些遗产，会有这种遗产的继承，你们要做的就是
要有意识的去培养自己的理财的能力，因为你们赚到的钱它也是一种资源啊，你们如何利用这种资源，决定了你们未来的发展路径啊。所以说，关于你们的未来啊，我从这张牌面上看到的是，你们的未来的这个财运是很不错的，你们可能能够比同龄人更早的达到这种财富自由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你们实现了财富自由以后，你们会发现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第4张牌呢，圣杯侍卫啊，它是一个逆位的圣杯侍卫啊，说明什么？就是现在的你们可能因为周围的环境，或者说你们当下的状态，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被抑制的。但是呢，你们未来很有可能会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谋生，就是这个工作它也是需要你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或者说依靠自身的情绪流动来完成一些艺术方面的创作。你们会发展和衍生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在一个细分的艺术领域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抽到的这张圣杯侍卫啊，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对于美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吧，有着很强的审美能力，你们的审美格调也是与众不同的，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够发现别人所发现不了的美，并且能够创造出一些有关于美的艺术作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不做那种艺术创作类的工作的话，你们的天赋可能就会被浪费掉啊。你们在这些工作上面一旦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灵感和创造力，就会能够激发出你们主动行动的这种意志，你们会轻而易举的突破自己的事业上限的天花板。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需要你们自身具备这种流畅表达的能力。因为逆位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的这种流畅的表达现在是被抑制的，被压抑的。当你们未来能够实现这种蜕变的时候，当你们理解了一件事情之后，你们就要有意识的去组织自己的语言，表达出你们关于美、关于创造力的理解啊，能够顺其自然的不断的去训练自己的审美，还有你们对于美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能力啊，这会让你们在一个领域当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呢，圣杯本身的话呢，你们也要利用自己的第六感，你们可以尝试着去预测一些事情的发展，你们拥有那种看到未来的能力，能够预测未来的能力。这种灵性天赋啊，它也是你们自身创造力的冰山一角，还没有被彻底的挖掘出来，它藏在你们的潜意识里边。那么这张宝剑骑士呢，我觉得你们同样也拥有非常强烈的风象特质和风象人格，就是你们会，当你们能够非常着迷于一个领域的时候，你们能够钻进去，研究的非常的深入，以至于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说这种蜕变也是一种思维层面的蜕变，你们看问题会更加的犀利和果断，能够快速的梳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宝剑它其实本身象征的就是一种理智和冷静的思考，清醒的意志可以让你们拥有非常独立的思考的能力，能够拥有一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能力。所以说我觉得未来你们的这种蜕变呢，你们在工作上面啊，可能会在一个岗位上面不断的去做出决策，更偏向于那种思维层面的，需要大量的思考的脑力劳动。宝剑骑士的话呢，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你们有的时候会拥有那种超脱于这个世俗之外的欲望，有的时候会让你们觉得这拥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你们在人生的一个阶段里边，必然会陷入到这种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当中啊。你们可能会尝试着去追寻生命的意义，所以抽到这组牌，你们会很容易抑郁啊，很容易找不到生活的方向而迷失自己。那你们身上披着的铠甲就代表的是，有的时候你们的这种独立思考或者说独立的意识过强，会很害怕自己被集体的意识所裹挟，所以说你们自身对任何事情都抱有一种怀疑。就像鲁迅曾经说过的，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嘛。你们可能会经常的发出这种拷问。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最终蜕变可能是会成为一种无欲无求的精神个体啊。你们会发现生活的意义啊，它不在于抵达任何地方，而在于发现你们就在那里，已经在那里，向来就在那里。你们自身呢，会处在一种纯粹的创造的时刻当中，不断的创造出新的身份和意义，不断的创造出一些作品。你们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啊，甚至呢，它象征的是创造新的生命。你们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自身的意义，然后去体验它、感受它、拥抱它。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说这组牌啊，你们的命运的剧本很有可能是你们会得到你们想得到的一切的世俗上的追求之后，又会放下这些东西，去追寻一种更高层面的精神的富足。而这张逆位的宝剑三呢，我觉得命运可能会对你们有一点苛刻吧，就是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可能是原生家庭，也有可能是你们的亲密关系，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遗憾。这三把宝剑代表的是你们会经历的三次挫折，你们在这三次挫折当中会得到成长和历练，每一次挫折它都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强大。然而最后的最后啊，还是你们自己会把自己拉出深渊啊。所以说未来的你们，我觉得可能就是当一个挫折或者说失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不要自怨自哀，也不要幻想着这些事情本可以有不同，或者说这些事情没有发生有多好。你们要立刻的把自己从这种情绪的泥潭里边抽离出来，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方法。很多事情呢，你们要学会去及时止损，不要一味的投入啊。宝剑三啊，它代表的是你们经历的这三次挫折，每一次都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加强大。到那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啊，原来真正的勇敢是对于自身的笃定，无论你们遭受到怎样的打击和挫折，都无法摧毁那个最真实的、依然热爱生活的自己。那么这个时候，你们整个人的思想就会变得轻盈啊，整个人的能量会落地啊，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感受到，仅仅是存在于当下的此时此刻，就已经能够给你们带来巨大的喜悦和美好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我们首先抽到的这张牌是一个 artist 啊，艺术家。我觉得这张牌它更像是你们未来会过上一种自由而洒脱的生活。这种洒脱呢，其实并不完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拥有你们能够拒绝一些事情的权利，就是你们可以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过着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不会被那些名和利所累。所以说 artist 这张牌它不仅代表的是艺术家，它还代表的是你们拥有那种可以成为任何人的洒脱感。宝剑六这张牌呢，你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的移动着的啊，在不断的穿梭在各种各样的城市和生活当中，勇敢无畏又自由洒脱，不再约束在别人的规则里啊，只是漫步在自己的节奏里。你们可以很安心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生活它是静谧的、祥和的、知足的，有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两张牌我看到的是你们未来的一种状态，就是其实你们在精神层面上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你们有着非常宽广的心灵自由度，有那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拿捏，不被左右，不被定义，不被框架，不被束缚，你们的感觉你们自己做主。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说，最大的富有它不是得到全部，而是你们所拥有的全部呢，你们不会去控制它、占有它，而是它就像一首音乐一样流淌在你们的周围，你们只是去感受它、享受它，然后随它来、随它去，这就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圣杯三啊，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松弛感吧，这就是未来你们会完成的这种蜕变所给你们自身带来的改变。未来的你们整个人会非常的松弛，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呈现出一种从容的状态。这种松弛它并不是躺平，这种松弛我觉得更像是你们在人生当中的那些逆境和低谷期去享受生活。这种松弛呢，它是让你们一边收缩，一边做减法，一边保留体力，但是你们不会封闭自己，你们一边向内探索，一边向外交流走动，不断的往复循环，保持这样的一种稳定的自身状态。它其实是一种很佛系的状态，但是这种佛系它不是彻底的躺平啊，它是有一种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境界吧，不强求，不挽留，不刻意，让自己活成一首诗或者说一首歌，非常自由的流动着、流淌着，这就是你们未来人生的状态和模样。但是在这之前啊，你们想要活成未来的样子的时候，你们一定会经历一个阶段，就是这个高塔。这个高塔呢，它其实你们会经历一个非常快节奏的、紧绷的、充满压力的、否定的、不断的消耗
你们的生活或者说环境啊，你们站在很高的位置上，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所以说你们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一种转变，就是你们会做出一个，你们会放弃原有的生活状态，放弃原有的思维模式，放下原有的执念，去过一种全新的人生。高塔呢，它其实这张牌是往下坠的，有一种在坠落的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危机变成转机的过程，你们必然要经历。当你们感觉到自己在下坠的时候，才是一些真正的东西升起来的时刻。当这种希望和疯狂正在下坠，那么真实和和平就会升起。当欺骗和欲望在下坠的时候，坦诚与天真就会升起。当这种物质与贪婪在下坠的时候，那么精神和宁静它就会升起。就是当一部分你们在下坠的时候，其实另一部分你们正在升起，它是一种平衡。下坠的那些东西呢，它更像是那种会消耗你们的东西，而升起的那些东西呢，它会滋养你们。那我们抽到的这两张牌呢，第一张牌是 Nine of Pentacles 啊，星币9啊，它有一种归隐田园的感觉，就是未来的你们的人生当中呢，会拥有一片大的花园，会种植一些植物啊，会和一些有生命力的植物打交道啊，你们可能有一点厌倦了和人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厌倦了不断揣摩、猜测人际关系，对方是怎么想的，所以说你们更愿意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啊。这个星币9的话呢，它是一种状态啊，在你们未来的人生当中，有植物、花朵、阳光，甚至有一个你们自己的花园啊，它更像是一种自我疗愈。你们会找到一种很舒适的方式与自己相处和和解，不再那么苦大仇深。整个人是平和的、安静的、优雅的、从容的，它是有一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感觉，让自己的情绪维系在轻度喜悦和轻度沮丧之间，不会轻易的生气和动怒啊，它是一种岁月静好的状态。然后这个权杖骑士呢，我觉得这就是你们曾经的一种状态吧。这个星币9是你们未来蜕变的一种状态，就整个人很平和。但是权杖骑士曾经的你们呢，其实是有着很多的欲望的，雷厉风行，想做什么就会去做，想实现什么就会去实现，每天穿梭和奔波在不同的人和事之间，非常的繁忙，繁忙到自己会与很多的美好擦肩而过。所以说，当你们长时间的被困在了这个权杖骑士的盔甲里边，即使你们有着强烈的情绪波动，你们也会压抑自己的内在，会感觉自己被堵住了，喘不上来气，身体紧绷又沉重啊，习惯性的逃避和拖延。本来的你们其实行动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当所有的事情啊都排山倒海的向你们涌来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一个东西堵在胸口，头脑无法集中注意力。这个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开始听到一种心底的召唤。那个声音它会暗示你们放下手中的一切，去安静的享受生活。当你们开始尊重并真正的开始聆听你们内在的声音之后，你们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平静，你们会释放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能量落地啊。所以说这个权杖骑士啊，你们会卸下自己身上的铠甲，你们会明白很多事情它并不是你们必须要做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必须要完成的，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开启一个飞行模式，关闭一些进程，清理，不断的清空自己，释放自己，拥抱自己。当你们经历了这种改变，当你们从忙到闲，主动的从做加法到做减法，不断的想要得到更多，从一种不断的想要得到更多，拥有更多，变得开始觉得做的事情是越少越好，因为你们拥有的越多，负担就越多，拖累就越多，而你们拥有的越少，你们的身心灵就越健康，越有活力。当你们的心开始发生转变的时候，你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开始发生转变，这就是境随心转。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上发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们会克服自己所面临到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课题，完成一种自我超越和自我成长。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啊，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8啊，它是有一点离群所居的感觉吧，就是你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的，有很强的这种风象特质啊，水瓶、天秤或者说双子。我觉得未来你们的这种蜕变呢，可能有一个方向，就是你们会选择远离那些纷纷扰扰，一个人安静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你们在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活得非常清醒的那一类人，因为清醒所以孤独，因为清醒所以有的时候会显得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啊。这种蜕变呢，它一定是基于你们自身性格之上所完成的这种蜕变。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是有着很强的这种自我觉察力的。这个圣杯8呢，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未来会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营造出一个求同存异和宁静淡泊的小世界。我觉得你们自身是有着一种很强的能量屏障的，会把自己保护起来，或者说可能身边的人，或者说你们会和这个世界刻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你们知道自己的这种自我局限与狭隘，所以说你们其实是很宽容的，你们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你们也不会去试图凌驾于他人的意志，也不轻易的投身于他人制定的评价体系里边。所以说我觉得这张圣杯8呢，你们会成为一种非常特立独行的存在。你们未来的蜕变应该就是会摆脱那种世俗和传统给你们量身定制好的人生路线，你们可能会很倔强的选择一条很少有人会选择的路，那是一条孤独的路啊。在漫长的岁月中，你们会不停的学习、修正、对抗阴影、艰苦的创造。所以说，在这条路上，你们要承受的是无法被理解的痛苦，但是你们也会收获到很多的魅力，拥有很多人，但是你们不会为任何一个人而驻足，因为你们会坚定的前进啊，坚守自己使命的方向，更要保持你们灵魂的澄澈和透明，使自己不陷入到那种无谓的纷扰当中。第二张牌呢是权杖4，我觉得这种蜕变它还包括你们会找到一种类似于精神层面的信仰和归属，它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而且这4根权杖呢，它会构建起一个能够保护你们的环境和能量场，这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归属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就是说3年之内，你们可能有一部分人会选择购入属于自己的一套房产。这种不动产呢，它会增强你们和这个世界现实层面的联系，避免自己陷入到这种彻底的虚无当中啊。你们会安置自己，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然后这个圣杯女皇呢，我觉得你们未来会成为一个疗愈者，会蜕变为一个疗愈者。这个疗愈者的身份一定是由于你们之前曾经受到过的某种创伤，会成为一个受伤的治愈者。这指的是你们曾经经历过痛苦，有的时候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是这些创伤或者说伤痛，它沉淀成为了你们智慧、灵感和治愈力量的源泉。因为你们曾经受到过这些创伤，所以说对于你们和对于你和你们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能够深度意义上的共情、感同身受，通过你们自己的方式去感化他们、疗愈他们。所以说这种蜕变呢，其实就是你们曾经经历过这种创伤、伤痛啊，在你们的身体内完成了某种转化，并且你们最终超越了它，然后你们就会被引导着走上一条为他人疗伤的旅程，而这次旅程能够让你们自身的灵魂得到升华。那么第4张牌呢是 Temperance 节制牌，我觉得它象征的是一种能量的交换，就是你们经历的这种蜕变啊，会让你们在2种不同的身份之间来回的游走和摇摆。节制的话呢，牌面当中的这个人手上拿着2个圣杯啊，我觉得它是2种不同的能量状态，你们会来回的游刃有余的去切换自己的状态，安静的时候特别安静，活跃的时候也能够特别的活跃。而且呢，你们就是这张节制牌，它还特指的是你们会把自己的能量分享出去，喜欢把自己，当你们能够有这种习惯把自己的能量分享出去的时候，你们会得到更多的回馈，就是你们会让自身的能量流动起来。能量流动的方式，比如说你们去表达自己，做一些创作，通过作品来表达你们自己，或者说去运动，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和这个世界去交流、沟通和互动。你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释放自己的能量，然后这个世界它会以另一种方式把这种能量更多的回馈给你们。这个时候，当你们的能量流动起来的时候，这个能量它才真正的属于你们。然后这张 Page of Swords 啊，宝剑侍卫啊，我觉得未来你们会完成一种蜕变，它一定是你们会顶着压力去做出某个决定和改变啊。这个宝剑侍卫的话呢，你们就是会顶着压力往前走吧。可能说周围的人会在周围的人看来，你们会显得有一点一意孤行啊，有一点倔强和冲动，甚至有的时候你们自己都会责备自己的鲁莽和冲动啊，觉得做出了一些事情
在事后看来似乎没有那么理智，考虑的也不够周全。但是我个人其实是鼓励你们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因为鲁莽和冲动它都是一种生命能量的体现。有的时候这种鲁莽，我认为它比怯懦要更加接近勇敢。所以说这张宝剑侍卫呢，我希望关于你们未来的蜕变吧，它是你们能够恢复对于生命的一种整体性的视野，不再是功利的，不再是功利主义啊，任何事情都不再从功利的角度去看待它的得失，也不是那些单向性的指标啊，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单独的去定义你们人生的成功和失败。也就是说，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未来完成的这种蜕变思维上的成长，就是你们会认识到成功和失败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它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解释权在你们自己的手里。所以说不要为别人而活，你们要为自己而活。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你们会把追赶别人的焦虑变成一种如何才能够让自己拥有一颗更美好灵魂的焦虑。也就是说，你们会重新的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你们会把这种焦虑变成是一种成长的动力，这种焦虑能够再次的激发你们的生命能量，让你们走出一条只属于自己的路。所以说宝剑五啊，我觉得也是在未来你们会拥有更加强烈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们会思考有没有可能去活出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就是之前你们的身体或者说思维是被困在某个地方的，你们只是在麻木的机械的去做着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宝剑五啊，你们的这种蜕变，这种思维层面其实它是有一种觉醒的，你们可能会问，从来是这样便是对的吗？有没有可能去打破这样的一种传统和规则的束缚？当你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思考的时候，你们才会意识到原来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己去主导的，是可以自己掌控的，而不是麻木的被动的去接受。这个时候你们的这种蜕变，我觉得它就是从思维层面开始的，你们会切换自己的风格、性格、思考的方式，对外展现出来的状态，甚至是你们的这种穿衣打扮的风格，它都会是全新的。你们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这个世界展示你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思维会逐渐的变得富有层次感，甚至能够装得下两种矛盾的观点，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有的时候可能看起来会有一点懒惰和拖延，但是呢，你们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反思的机制，开始自我审视啊，你们会开始意识到你们之前所坚持的一些东西，它其实变成了一种执念，只有放下那些执念，你们才能够在混沌当中活出清醒啊。所以说这张宝剑五，你们的这种蜕变呢，其实就是一种思维层面的蜕变。你们可能会突然的想明白一些事情，猛然的意识到你们可能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也能够猛然的意识到你们同样还拥有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在这种长期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里边啊，你们会得到一种不断进化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宝剑五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一种专注啊，就是这是你们未来会实现的一种完成的一种变化，就是把自己从纷纷扰扰当中抽离出来，全身心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完全的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它是一种身心合一的专注啊，一种生命的极致的发挥。幸福感其实它并不是你们人生的主题，它只是一个副产品。因为对你们来说，真正的幸福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达到忘我的程度，并由此收获到内心的秩序和安宁的状态啊。所以说我觉得宝剑五啊，这种蜕变源自于你们会找到那些对你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且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之后的你们就能够放下诸多的执念，整个人活得越来越纯粹，并且有一种高度聚焦带来的力量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